这天晚上，莫妈被莫爸的呼噜连环炮吵得辗转反侧睡不着，饱受折磨。她点开微信小程序玩起数羊游戏，可惜无济于事。莫妈忍无可忍，起床下楼准备在沙发猫半宿。她望着漆黑黑的客厅，明明白天还是很熟悉的地方，晚上却变得有些陌生而恐怖。莫妈压下心里的寒意，正准备躺下继续和失眠斗争的时候，沙发下唰地冒出一个人头，莫妈吓得七魂丢了三魄。她定睛一瞧，认出是老瑞，心说你这大半夜不睡觉，发哪门子神经？莫妈叫了半天，老瑞不理不睬，只顾做仰卧起坐。完事摇摇晃晃回了卧室，莫妈这才醒悟，原来老爸这是在梦游。第二天一早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早饭。梦游健身大半夜的老瑞食欲很是旺盛，没想到他的精神头也很好。莫妈问起昨晚的怪事，老瑞得意一笑，从裤裆里掏出一台梦游机，这是老瑞从外星弄来的进口货，只要采集目标 DNA 信息，直白来讲，就指头上扎一针抽点血，就能向目标发射潜意识信号，然后在梦游机上提前设置好梦游时要做的事。夜晚人格就会在主人格睡觉的时候完成各项任务。老瑞靠这办法每夜通宵仰卧起坐，练出了8块腹肌。家人们一听纷纷惊呼，这真是太酷了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可以在白天瞎玩相混享受人生，让夜间人格来学习工作干家务，这样两头都不误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不会记得梦游时遭的罪。桑梅正苦恼即将到来的西班牙语考试，小莫羡慕老瑞腹肌，也想健身。莫妈有个深埋多年小梦想，她想要学会吹小号，可如今整天苦于家务，无法抽出时间。现在这些愿望通通都能用梦游机实现。老瑞一把抱住梦游机，担忧地说：“这个是外星科技，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太先进了。”家人们被老瑞一扫兴，纷纷给他摆脸色打冷战，逼得老瑞乖乖就范。指头扎针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莫爸这时候却冒起冷汗，说他既怕针又晕血，这一指头戳上去直接就倒了。过了不久，老瑞一家个个脸上都绽放了自信的笑容。莫妈学会了吹小号，白天闲暇无事便用演奏娱乐。桑美操起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到处显摆。小莫如愿练出了8块腹肌，特意穿上特制露脐装，生怕别人看不见。他的腹肌连保龄球都能顶飞。爷孙俩开了一个播客，要让更多人欣赏他们的腹肌，名字就叫超级完美。莫爸做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，他居然和自己的夜间人格做起笔友，2个人格的书信往来都有1打后了，不愧是莫爸，总是能和别人的划分不一样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背后，到了晚上又是另一番恐怖的景色。随着梦游机的运转，老瑞一家如行尸走肉般纷纷起床。莫妈吹奏小号回荡在死寂的夜里，洒满月光的客厅里，老瑞和小莫傀儡一样机械仰卧起坐，浑身汗如雨下。要是有个不走运的小偷闯进来，看到这一幕非得吓死不可。莫爸和桑美的夜晚人格忙着干家务，大家都放飞自我了，总得有人收拾现实里的烂摊子嘛。桑美反复刷着粘在盘子上的食物残渣，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，陷入了深深沉思。第二天，莫爸进入直播间和爷孙俩吃饭的时候，告诉老瑞昨晚桑美留了张纸条，希望老瑞吃完饭能冲一下盘子，否则到了晚上食物残渣干在盘子里会很不好洗。老瑞一听勃然大怒，他们之所以制造夜间人格，就是为了做自己白天不想做的事。现在这家伙为了干活能够轻松点，居然敢开始向他们提意见。在老爷看来，虽然是冲盘子这么件小事，他却逾越了夜间人格和白天主人格之间的界限，这个口子绝不能开，否则夜间人格只要求冲盘子，明天他们就要反过来要求主人格给自己干活了。一场两败俱伤家庭战争，起因居然是日常生活里的一件小事。第二天，老瑞一觉醒来，正准备吃早饭，忽然发现家里的盘子都被夜间人格打碎了。老瑞怒哼一声，敢跟他叫板，咱们走着瞧。老瑞开飞行器冲出地球，飞往了一颗被标记为禁区的星球。那里的外星人欠他一个人情，只好点燃熔炉，帮他打造一套全宇宙最坚硬的餐盘。他将盘子搬回了家，家人们都看傻了眼。老爷还让莫巴写信给夜间人格喊话叫板。一场夜间人格和白天人格之间家庭战争就此打响。这天夜里，老瑞忽然被人叫醒，发现家人们的夜间人格将他绑了起来，责备他不冲盘子，毫不体谅刷碗人的辛苦。这些夜间人格的反叛主谋正是夜晚桑美，他甚至说服老瑞的夜间人格放弃那些高科技。老瑞打死不松口，于是夜晚桑美带着大家将盘子也残渣刮进他的嘴里，老瑞恶心胆汁都吐出来了。天亮后，他吼醒桑美直接开骂，但白天桑美很无辜，表示自己啥都不知道。家里的所有东西，连同梦游机都被藏了起来。老瑞翻垃圾制作出一台激光龙，封锁全家。这台机械操作原理是，睡觉时血液中的皮质醇浓度会改变，所以必须老瑞清醒的时候推延样本才能操作。只有白天老瑞获胜，大家才能走出这个家。老瑞又给桑美制作一件防睡套装，安排她当卧底。当天晚上，白天桑美顺利打入了夜晚人格内部。她惊讶地发现，这些人在地下室里造机器来扩大梦游界影响范围。夜晚老瑞等见桑美穿着古怪，
桑美急中生智回怼了一句：“你们不懂时尚。”大家便都不吱声了。桑美顺利完成老瑞的任务。第二天白天，老瑞高兴叫醒了家人们，宣布梦游机已经被破坏，他们胜利了。一家人欢欣雀跃地准备出去下馆子。老瑞解开激光笼后，白天桑美立刻变回了夜晚桑美。就他之前所说，他的存在将不再局限于晚上。老瑞大感不妙，意识到自己被夜晚桑美反将了一军，几台飞行机器人一顿扫射，老瑞等人立刻身中麻醉针昏睡了过去。他们的白天人格变成夜晚人格的奴隶，被飞行机器人挟持干活。完事以后，他们又被逼着钻进睡眠舱休息。眼下情况，连老瑞也不得不承认非常不妙。白天莫巴偷偷给夜晚莫巴写了一封求救信，关键时刻，他和夜晚人格的友谊居然成了破局关键。夜晚莫巴偷偷唤醒老瑞一伙，带他们逃出家。小莫准备开车逃走，不妙车上提前安装炸弹。夜晚桑美被爆炸惊动，赶紧带飞行机器人出来追捕众人。白天莫妈借用连接车载大家逃走，夜晚桑美随意抢警车穷追不舍，双方上演起速度与激情的戏码。白天小莫中了麻醉针，变成了夜晚小莫，在后车厢里就瑞克连掐带揍。争斗之际，老瑞被腹肌弹飞了出去，正好撞上警车，脑袋一昏变成了夜晚老瑞。他立刻和夜晚桑美联手追击，汽热中毒一颠簸，莫妈也真晕过去，唤醒夜间人格。一打开方向盘，掉头将车往家里开。众人这一路上忽敌忽友，人格不停转换，飙车横冲直撞，引发许多交通事故。运天然气的货车翻倒，飞进的火球点燃了工厂，接连炸了好几条街。最后变回白天人格的瑞克一枪轰爆了飞行机器人，一家人在争斗中全都清醒了过来，准备回家毁了梦游机结束这一切。这时桑美又不小心中了麻醉针，开始和莫妈争抢方向盘，导致汽车一头撞出了公路。大家打来打去，最后只剩下老瑞保持清醒。众人将他按倒在地，准备给他来一针。夜晚莫爸于心不忍，说大家都是同一群人，何苦非要斗得鱼死网破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谈吗？夜晚桑美一想也是，表示只要老瑞以后愿意冲盘子，他们就可以言归于好。只要你答应冲盘子，一切又结束了。夜晚莫爸也劝老瑞松口，老瑞当然不肯就范。于是，一群夜晚人格其乐融融地开车回家。这仗还得继续。本节夜晚人格和白天人格实际上是一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。夜晚人格不停地劳作，白天人格不用感受他们的辛苦和疲劳，只需要享受他们创造劳动成果。比如莫妈学吹小号，小莫老瑞练腹肌，而夜晚桑美提出冲盘子控诉，针对这种压迫关系的反抗。莫爸和自己的夜晚人格建立友谊，但首先造梦机也就是生产关系诞生初衷便是为了剥削。像白天莫爸这种身为压迫者却同情被压迫者的终究是少数，只有背叛阶级个人，没有背叛阶级阶级。只要剥削关系还存在，双方就不可能真正达成和解。这也是为何夜晚桑美等人要求老瑞冲盘子，他却执意不肯的原因。因为老瑞看透其中的道理，除非有一方被彻底消灭，否则争斗永远不会平息。但讽刺的是，双人格存在于同一个个体，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双方也是相对存在的，任何一方灭亡，生产关系也就不复存在，这也是一种现实的无奈。